大家欢迎回来。你一直在洗脸、去角质，每一件事都做对了，可是你的毛孔呢，看起来还是比5年前更大。所以呢，你洗得更用力，然后买下一个产品，可是好像一点用都没有。这从来都不是干不干净的问题，是你的毛孔变了，而你一直在解决的呢，是错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 pores。所有问题里面，大家问我最多的就是毛孔。女生呢，然后呢，最近呢也有很多男生在问，这很合理，因为毛孔呢在你一张脸上呢是真的会注意到的，不是你自己在镜子的脸，是别人的脸。你想一下皱纹，一个人呢基本上要先笑，你才会看到他的皱纹，可是毛孔不会等到你笑哦。毛孔严重的时候呢，别人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就是心里就是一个小剧场。所以这就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呢默默在担心的东西。尤其是亚洲人的皮肤呢，毛孔几乎排在所有皮肤困扰的最前面。东亚人的毛孔呢，平均来讲其实是所有族群里面呢最小的，可是呢我们还是把毛孔呢列为自己是最在意的皮肤问题之一。你脸上每一个毛孔里面都有一根很细的毛长出来，毛孔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毛囊的开口。你看不到那些毛呢，是因为它们又细又淡。你脸上长满了这些看不到的细毛基本上就是一座很礼貌的森林。还有呢，你这一辈子呢会有的毛孔呢，在出生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决定了，你不会长新的。你现在有的毛孔呢，你只能改变它们的样子而已。这里有一个呢他们不会告诉你的秘密，毛孔不是只有变大，它是会变形。一个年轻的毛孔是一个圆圆的小点皮肤老化的时候呢，那个点呢开始被拉长，它变成一个像水滴形的，然后变成一个逗号。这些被拉长的毛孔呢，它不会乖乖待在原地，它们开始排成一排呢，然后连起来，而一连起来的毛孔呢，就是一条皱纹的开始。所以你的毛孔呢，其实就是还没有长大的皱纹。当你在讲你的毛孔呢，你其实在讲老化，就是同一件事了。那你如果想要知道你现在是哪一个阶段的话呢，你现在就可以做，你把你的相机手机的相机呢打开你看到你脸颊上的一个毛孔，如果它还是一个圆圆的点呢，那很早期。如果呢它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小水滴，或甚至像一个逗号呢，那代表你的胶原蛋白可能已经流失了，而且它的方向呢刚好就在你脸正在往下垂的方向。你们去查，然后我等你。但是呢你们也不用感到灰心，因为这不是说就没有救，因为你毛孔底下的胶原蛋白呢是可以重建的。而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呢，就是我自己也会伸手去拿的。第一个呢绝对会对你有帮助，就是 A 醇 retinol。因为你的毛孔呢就像一道胶原蛋白的这个墙撑开的，当这个胶原蛋白成分的被分解，这道墙呢就撑不出它原本的形状，开口就会被拉大。那 retinol 会告诉你的皮肤呢重新去做胶原蛋白，它从里面呢把那道墙重新建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结构上的修复。那这个是我放在我自己的名字上面的产品呢，也是呢我自己真正在用的。那连结呢我会放在下面，它是主打修复屏障的 retinol Barrier First， 那里面有呢ceramides peptides维他命 C 保湿呢，而且非常轻。只是呢你要给它时间，因为皮肤呢不会一个晚上呢就把胶原蛋白长回来，是几个月在算的，不是几天。大部分放弃 retinol 的人呢，都是在第2个礼拜呢开始呢快要有效的前一刻呢就放弃了。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你开始的时候呢，一颗豌豆大的量，那1个礼拜可能2个晚上呢擦在干的皮肤上，然后再慢慢加上去。如果你的皮肤呢在变好之前呢先变差了一点，可能呢有点脱皮，然后冒几颗痘呢，在前1-2个礼拜呢是正常的。不是 retinol 没有效，是你的皮肤呢它在加快它的代谢，所以撑过去。如果你的皮肤真的很生气呢，就擦少一点，次数少一点，但是呢不要放弃，真的，因为换一个比较温和的 retinol 呢也可以，会对你的皮肤有很大的帮助。真正的效果呢要几个月，而且它是安安静静出现的。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在镜子里面呢皮肤呢突然变得光滑了，那个呢就是你的胶原蛋白慢慢回来了。再来一个产品呢就是 Adapalene Different。 好，这里有2个毛孔的问题，而它需要不一样的工具。不是所有变大的毛孔呢都是从外面往里面老化有一些呢是从里面被撑大的，就是当你的油脂呢跟老废角质堆积，就会把毛孔的开口呢实际的撑开。针对那一种呢
这个呢会特别的好用 Adapalene。那它以前其实是处方呢才拿得到的，现在呢它就放在药妆店的架子上，它会重新设定你皮肤代谢的方式，让毛孔呢从一开始就不会堵塞，它也不会撑大。这个我也是用一颗豌豆大小点在额头、左脸、右脸还有下巴。那两个毛孔问题呢是两个工具 Rhino 呢把墙重新建起来，那 Different 呢是让它不要堵塞。先搞清楚哪一个呢是你的问题，那个呢才是最重要的。有一点要提醒，就是 Different 有时候会经历一个爆痘期，可能它第一个月可能会爆一阵子痘痘，因为呢那些本来就已经堵塞的东西呢一次全部被推上来，它看起来可能是会让你皮肤更糟，可是它通常呢其实帮你的皮肤清掉脏东西，给它一点点时间，然后呢只要擦薄薄一点，1个礼拜几个晚上呢就够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维他命 C。这里有一个呢，在这整件事情里面呢，安安静静的呢，麻烦制造者就是紫外线。紫外线跟每天的空气污染呢，会制造自由基。那这个自由基呢，就会把你辛辛苦苦在建立的胶原蛋白呢，一点一滴的会被啃掉。这就像是你在补一道墙啊，可是旁边有一只东西在旁边刮它。维他命 C 呢，就是那个保镖，它在很多伤害真的发生之前呢，就先把它抵消掉。那你们知道我喜欢 Timeless 那个简单的10%的，或者是 Polish Choice 那个15%的。那你需要的呢是持续用。这些是 L-ascorbic acid， 它的作用呢是会抑制一个会分解胶原蛋白的酵素。它除了这个呢，还会让你的皮肤变均匀，淡掉一些比较旧的斑点。可是对毛孔来讲呢，它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保护。一些小提醒，早上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跟你的防晒呢一起发挥保护作用，两个一起比任何一个单独用呢都能够更保护你的皮肤。还有呢，注意它的颜色，因为维他命 C 放太久会有氧化。如果你的瓶子呢变成深橘色或者是咖啡色，那它基本上就是氧化了，那就是可能你擦在脸上呢，它并没有太大用处。所以买小瓶的放在凉凉的暗暗的地方，然后很快呢把它用完。好，我必须要讲洗脸这一段。说实话，这一块的行销真的是一团乱，因为有些时候呢，你的毛孔就是堵住了，不是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呢很好解决，因为一个黑头粉刺呢，它不是脏东西，它是一个塞子，是你自己的油脂呢跟老废角质那个黑黑的那个头呢，它其实是空气里面氧化，跟一片切开来的苹果呢变成咖啡色呢其实是一样的。你不脏啦，你只是油脂，只是碰到了氧化而已。你的洗面乳呢不会帮你缩小毛孔的 ，OK？ 它做的呢是让毛孔不要变得更糟。当油脂卡在毛孔里面氧化呢，每一天呢都会将那道墙呢再撑大一点点。所以目标是温和清干净，不是洗到涩涩的。如果你是混合性皮肤呢，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就简单一点选一个温和保湿的洗面乳，全脸用，一个不会破坏你皮肤屏障的那个呢，那个就是你的洗面乳的基底。然后在你的 T 字部位呢，油真的是会冒出来的地方呢，可能用一个含水杨酸 BHA 的洗面乳。如果你的皮肤呢偏油，对，你可以每天是用那个的，它是冲洗式的，所以里面有 Ceramides 保护你的皮肤屏障，而且呢每天用都是它本来设计的用法，把油清掉，可是又不会让你其他地方变干。过度去角质的陷阱不是洗面乳，是把你全部的东西呢一次全部的叠上去，酸的洗面乳再加上一个强效的留在脸上的酸，再加上一个 retinoid， 每到晚上呢就擦到你的皮肤红红的受不了，这才是破坏你皮肤屏障的元凶。而这一个坏掉的屏障呢，可能还会冒更多痘痘，所以一次呢加一样就好，就是温和持续的做呢，永远会比你全部一次叠加起来的好。还有呢，最后就是一定要擦防晒，不是说胶原蛋白会被分解嘛？那紫外线呢，就是它最大的推手。这里面其实有个名字叫做光老化。紫外线呢，就是把那些撑住一切的胶原蛋白的弹力蛋白分解掉，毛孔也包括在内。你可以认真的擦 Rhino， 然后跟维他命 C。可是你白天如果不擦防晒的话呢，就是你早上把那道墙建起来的，然后中午又把它拆掉。每天用的，比如说 CeraVe 的 SPF 30，简单又方便，或者是韩国的这些 brands。如果是要在外面待一整天的话呢，我就会拿我的 Anessa 防水的，它是真的在太阳底下就撑蛮久的。防晒不是那个让人兴奋的那个步骤，它是那个保护你刚刚所有的事情的步骤。大部分人擦的防晒呢，脸跟脖子通常呢都要用到半茶匙的量，全身的话呢差不多是要1个 ounce， 差不多是一个 shot glass。
还有它是会掉的，所以如果你白天在外面呢要补擦。我知道呢很多人都不想要听这个。还有呢就是 UVA， 就是阳光会让你老化的那个部分呢会直接穿过玻璃的，穿过窗边的那张桌子。还有呢开车去上班的路上呢那个玻璃呢，这些通通都算。好，所以这就是整套工具，听起来很多，可是每天实际做起来呢真的不会。早上温和洗脸，维他命 C 防晒，晚上洗脸，你的 BHA 水杨酸，你的 retinol 在那中间那几个晚上，就这样，你不需要全部都做，你就慢慢的一个个加进去，一次加一样，每一样呢都给它几个礼拜呢再加下一样。好，现在我帮你们省点钱，因为呢有一整架子的东西呢对你的毛孔呢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就叫它是幻觉产品。第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关上一个毛孔，我知道地球上面每一个产品呢都可以跟你保证它做到，可是一个毛孔周围它是没有肌肉的，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收紧。你可以把它清干净，你可以让它周围的皮肤变紧实，但是毛孔又不是一扇门你可以开关的。还有一个很奇怪，就是你的毛孔呢连1个小时到下1个小时之间呢它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大小，热啊油啊湿度呢都会让它们看起来大小不一样。你早上呢照一次镜子，热的下午再照一次，你可能会看到2个不同的 size。所以毛孔大小呢本来就是会变动的，真正在改变的是它长期的形状跟它周围的皮肤。所以呢这些东西呢你真的可以不用再买了。第一个当然是鼻贴，你可以看到那一节撕出来的那一颗一颗的，看起来好像真的有做什么事，可是毛孔几天之内呢它就会填回去。它真正厉害是让你看的那张鼻贴的时候呢有一种非常疗愈的满足感。收毛孔的化妆水如果它会感觉刺刺的，那通常呢只是一点点刺激让皮肤肿起来1个小时，等它消下去呢毛孔就在那里等着你。好，泼冷水啊，然后让你的皮肤紧致一下，大概一支 TikTok 呢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呢就打回原形。还有妆前乳，它在当下呢可以把那个毛孔模糊的很漂亮，拍照呢很完美，可是那个是化妆，那不是治疗，因为底下没有在变的。还有现在在卖那种小小的什么毛孔吸尘器啊那种用吸的，他们是会吸出一些表面的脏东西啦，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把它转强啊，它会让你可能淤青啊，或让你的微血管破掉。那个毛孔呢可能还比现在更松一点，它没有在网络上面看起来那么的厉害。所以呢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是在哪一方面呢浪费了钱。我先讲就是鼻贴，我用了好多年在我大概10几岁青少年的时候就在用了。好，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说的。男生的毛孔呢平均来讲呢会比女生的大，因为 testosterone 呢会把油脂的分泌呢开得更大更多油，会更明显的毛孔。如果你今天的毛孔呢看起来比你另外一半的大，那不是你的错觉，那是你的荷尔蒙。你一直在搓的那个毛孔呢它从来不只是脏，它其实是在变老。你没有办法把年龄洗掉，可是呢时间你拿走的东西呢你是可以重新建回来的。好，那我今天讲完了。如果你们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